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上个单元知道了手指、手掌、掌丘所代表的意义，记住八大丘的定义，再来看头脑线开始和结束点的掌线变化，这样我们才会比较理解头脑线走向所表现的意思。例如，头脑线起始位置是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出发，因木星丘的特征是权力、欲望、自尊心强、顽固，代表积极程度、上进心，所以就表示这个人有领导欲，喜欢支配别人做事，具有野心。起始线越靠近上方，更加强这个意义。头脑线起始位置在中间为正常。如果起始位置是从第一火星丘出发，因第一火星丘特征是勇气、胆量，代表攻击力，所以就表示这个人的脾气暴躁，跟别人话不投机时容易动手，忍耐力差。接着观看头脑线末端的地方，末端所表现的有平直的线和下垂的线。平直的线代表现实，表示追逐金钱地位的程度，适合从事数学有关的方面发展。下垂的线表示爱幻想，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不肯面对现实。所以如果线是平直的，是代表抵抗失败的能力强。如果是太过下垂的线，是比较不容易成功。不过因为月丘是代表爱艺术、幻想、创作等，如果从事艺术创作方面是可以成功的。各位朋友，记住八大丘的定义后，同样的也可以运用在生命线起始位置的，因为它的定义是一样的。在古相书里称智慧线为人文，是观察配偶及婚姻状况的重要线文，所以别名叫做配偶线。以八大丘的定义来说，智慧线的末端指向哪个掌丘是可以大概看出性格的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头脑线结束点的变化，头脑线所显示的职业倾向，头脑线带来财运的例子。一、结束点指向木星丘。如果头脑线到达食指下方，表示这个人虚荣、傲慢、好胜心强，喜欢和人一争长短，因此容易与人交恶。二、结束点指向土星丘，意思是指头脑方面的问题是属于不祥之象。因土星丘具有宗教的意义，所以表示这个人是一位宗教的狂热分子。不管是男生女生，思想顽固偏激，宗教太过狂热，这个结果可能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。建议这类型的人多多与人相处，多尊重其他人的看法，才不致走上极端发生意外。三、结束点指向太阳丘，表示这个人有艺术或技术上的才能，进而把自己的才能当作事业。如果是位女生，在感情方面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爱情，全心全意为公共事业付出。四、结束点指向水星丘，表示这个人在处理事情上很能展现自己的才华。如果是位男生，很适合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；如果是位女生，为人耿直，有正义感，不是属于罗曼蒂克的女生，比较难显现温柔可爱。不过一旦与他产生深厚的爱，就会展现温柔的一面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五、结束点指向第二火星丘。第二火星丘它所代表的是冷静、自制力、忍耐心、勇气，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适合一些社会活动。思想偏重现实面，在于爱情方面，为了心仪的对象，他可以发挥无比的毅力。六、结束点指向月丘的上方，月丘所代表的是想象、神秘、美丽、憧憬的象征。头脑线到达月丘的上方，是表示物质和心理这两方面得到调和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的头脑一定圆滑，是个理想的恋人。七、结束点指向月丘的中段或下方，表示这个人有丰富的想象力，对艺术方面非常有兴趣。如果终点由中段向于下方，就会由梦想变成妄想，往往脱离现实生活，太理想化，因为离现实越远，生活上就会显得力不从心。八、结束点靠近感情线，表示这个人很有自信，处事圆融，所以遇到问题有能力化解。事业运途平顺，可自食其力。在爱情方面会有偶然相遇的缘分，因缘际会的人际关系形成他日后的助力。
9. 结束点往上翘，接触到感情线，表示太过现实，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容易犯罪。2. 头脑线与职业倾向。1. 起点稍微接触生命线，朝向第2火星丘或月球上方，适合理工科方面发展，例如医药、化学、产品研发、电脑等。2. 起点和生命线一同出发，曲线大，偏向月球，适合文科方面发展，例如文学，属于灵感多的编剧、小说家、音乐家、摄影家、设计家。3. 起点和生命线交叉在一起，偏向大拇指内侧，性格较内向，神经比较过敏，适合会计、计算、布置、校对等。4. 起点和生命线距离大，性格上快速可做决断，适合证券、房地产等方面的投机事业。5. 起点从木星丘出现，表示这个人有手腕，可以支配别人，比较可能成为企业主管、政治人物。6. 双重头脑线，表示这个人多才多艺，理工科、文科方面都可以发展长才。7. 头脑线末端2条分支线，一个往上指向第2火星丘，一个往下到达月球，表示这个人文笔很好，适合当作家、记者等。头脑线是代表一个人的智力、才气，所以和财运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微妙。如果我们要从智慧线的形状推算财运，就要看这2种指数高低，越高当然财运就越好。以下几个例子是带来财运的头脑线位置。1. 表示这个人如果其他长线意义较佳时，从事艺术方面会比较有成功机会。2. 表示这个人在科学或事业发展方面会有所成就。3. 表示这个人如果其他长线意义较佳时，因为个人的创意点子带来财运。4. 表示这个人适合从事法律或调查工作而获得财富。5. 表示这个人的财运可以轻易取得。6. 表示这个人的财运来得辛苦，虽然在晚年会走财运，但仍然孤独一生。好朋友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财运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东西，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财运。当然，我们生活中并没有真正不劳而获的事，还是要勤恳的工作赚钱最踏实。在下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探讨断掌。断掌这种手纹确实有它独特的人格特质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拜拜。